果说中国汽车市场上那些被低估的车型，一定有它的名字——腾势 N9。前不久，2026款腾势 N9是刚刚上市，价格保持不变，依然是38.98到44.98万元。但是呢，新增了一个中配尊越型，价格为40.98万元。这两个非常好用而且便捷的功能，其实不用羡慕，因为通过车辆 OTA， 之前购买了老款腾势 N9 高配的用户也能即刻点赞上车。所以这次2026款腾势 N9 的优化主要还是在于软件层面，对于新老用户都会进行全量推送。新款车型主要是根据用户的需求，增加了呼声很高的双拼车身颜色以及金山棕的内饰颜色，总体呈现出体量感和精致度更为均衡的视觉效果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腾势 N9 还请来了国民女神高圆圆作为代言人，进一步强化了优雅和颜值两个关键词。而以上这些其实都并不是这台被低估的腾势 N9 最大的亮点所在。今天呢，我将会开着它一路向西，此行的目的不单是去看蜀山之王贡嘎雪山，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复杂多变的长途行驶过程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看到这台腾势 N9 真正的实力。而在像我们这样自驾出行的时候，无疑也是最适合腾势 N9 的使用场景。CLTC 纯电230公里，综合续航1330公里，2.0插混专用发动机加 EHS 电混系统，市区通勤可用纯电，长途高速可油可电，无论是充电还是加油都很方便，尤其是我们去川西，完全没有后顾之忧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 E3 方。我曾经也写稿子的时候说过，叫做买腾势 N9 就是买的 E3 方。那么投入相对更高的成本买到 E3 方，它的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呢？这是全球首款量产加3电机、独立驱动加后轮双电机、独立转向加 VMC 整车运动控制再加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整合平台。这就让腾势 N9 拥有了925匹的综合马力，100公里加速只需要3.9秒，最小转弯半径4.65米，而且能够实现圆规掉头、智能楔形、E3 方泊车等极限场景功能。而被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鱼钩测试又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在你高速行驶的时候遇到紧急避让的场景，这个时候猛打方向，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你的车辆会侧翻。然而鱼钩测试它指的并不是一个鱼钩之类的，而是说你的这个行驶轨迹非常的像一个鱼钩，它对于整车的底盘控制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。而对于普通用户而言，鱼钩测试的这个成绩又有什么价值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意味着它拥有更高的安全冗余。因为你想，21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，远远高于中国高速公路所规定的最高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开着这台腾势 N9，在中国的高速路上真的是可以非常安全的去进行行驶的。更高的上限就意味着它拥有极强的安全冗余。而在高速行驶的时候，另外一个车祸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高速爆胎。那么在除了能够以极高时速完成鱼钩测试之外，腾势 N9 搭载的 E3 方系统在高速爆胎方面也拿下了中国车市的最高成绩，130公里每小时高速爆胎的情况下，车身完全不会失控。
在高速爆胎这块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2026款腾势 N9 上市的现场，是有一段视频。这个视频呢，是一个腾势 N9 的用户拍的。他当时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，其实他的轮胎已经爆了，但是他居然都没有任何知觉。他是看到整个车机显示说他的这个胎压有问题，停下来以后发现他当时是13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哦，整个轮毂居然都变形了。但是腾势 N9 居然稳稳的能够，就甚至是让他没有感觉，所以从这个事例当中就能够最明显的看出腾势 N9 搭载的 E3 方的这个爆胎稳定系统的上限有多强。那甚至可以说，它不单是一项所谓的技术参数，更多的是能够为车主的生命安全稳稳的托底。而除了 E3 方的爆胎稳定系统之外，还有一项特别实用的功能，尤其是在西北地区的老司机们都知道，就是遇到大风天气的时候，车就会很容易偏离原来的车道，然后引起一些安全的隐患。那么 E3 方的这套系统就可以让腾势 N9即便是在11级的大风之下，E3 方都能够让腾势 N9牢牢地定在应该行驶的车道上，而完全不会跑偏。我们现在是已经在海拔4000多米的这个山上啊，在川西高原呢，我也是专门坐在第2排。体验了整个腾势 N9 的舒适性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2026款腾势 N9还通过 OTA 为新老 N9 车型都更新了一套智能定旋防晕车系统。这套系统可就厉害了，它通过动力系统、底盘系统再加上座舱系统的联动，去大大的减轻和缓解那些会导致晕车的种种细节啊。那么通过我在第2排乘坐，经过川西这样非常多的高原山路之后，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，那是真的不晕车，坐起来是相当的舒适。在这一路呢，也专门是体验了一下腾势 N9 所搭载的这一套天神之眼 B 的辅助驾驶系统，也就是 Depolite 300激光版。在硬件层面，它配有1颗128线激光雷达、5颗毫米波雷达和12颗超声波雷达，以及16颗摄像头，整车共计34个智能传感器，并采用英伟达 Orin X 芯片计算平台。然后这套系统呢，它在高速路上的时候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，因为你开启它以后，基本上就是可以非常大的减轻老司机的精力耗费。而且非常神奇的是，当我们开到川西的这个山路的时候，也可以开启它的一个城市领航驾驶系统。虽然说就是在山路的时候，它的弯非常的多，但是在我们实际体验当中，它的总体的决策和操作都还是非常能够让人放心的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是在老司机都头疼的山路地区，还是在这个高速路段，它都能够大大的减少我们的精力耗费。可以说，这套系统是一套让老司机也会觉得安全、好用、爱用的高阶智能驾驶服务系统。这一趟呢，我们的往返路程是超过了800公里，而且路上，因为我们也去了这种高山山顶的平台啊，各方面就是对它的一个动力能耗的考验还是比较大的。当然呢，我们这一程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油耗测试，因为它的这个综合续航里程是超过1300公里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一路是既不用这个加油，也不用担心充电有什么续航焦虑，完全都可以通通抛在脑后。它在一个综合的能耗之下，甚至是可以低到2.8升每百公里的。而即便是在亏电的状态下，它的整个能耗跑下来也就是7升左右每百公里。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2026款的腾势 N9 通过全新的 OTA， 是经过一套 AI 的能耗算法，把它的纯电续航里程从之前的202公里提升到了230公里。
它不仅是针对2026款的车型，而且它的老款车型在 OTA 之后也是可以发现，就是你的纯电续航居然是提升了。这一点呢，我觉得对于那些城区通勤的小伙伴来说，感知度会非常的高。而我们这一程800多公里的整个用的是它的一个 AI 的油电混动的方式，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的感知度就不是那么强。这一程开下来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，正如买奥迪就要买 Quattro 那样，买腾势就要买 E3 方，因为这套系统是目前市场上在混动大三排 SUV 当中安全、性能、操控上的制高点。腾势 N9 之所以把它全系标配，就是要让 E3 方像 Quattro 之于奥迪那样，成为腾势的一个技术标签。很多用户也许不会像我们这样把它开到海拔4000米的山顶，但我却觉得这才是它最应该到达之处。不仅因为这一路上能够体现它在城市里不容易考验到的复杂路况，我觉得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场景才最能够代表腾势 N9 的王者之气，因为它不仅是安全、操控、性能的极致，更代表了腾势在技术不断向上突破的一份承诺。正如我身后的蜀山之王贡嘎雪山一样，它是四川省的最高峰，主峰海拔7556米。所以强者总是不断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，以不断冲破天花板的实力去深度影响这个时代。也只有当你亲身经历，把方向盘踏实地握在手中，甚至是和它一起历经长途跋涉，才会知道买腾势就是买 E3 方，而这才是九系旗舰该有的样子。